10万披甲士卒，数十位武者高手连续行军数日，竟只为攻破一座小县城，然而却被一名神秘高手一个人给拦在了城外。这位前辈不知为何要来阻挡我等。尽管男人只是个没有丝毫武力的普通人，手上拿的还是一把木剑，尽管这10万人里面还有宗师境的武者，但在这10万人眼中，男人的气势竟比宗师境的武者还恐怖。我于10岁开始练剑，修炼至今皆位于同界无敌，如今无已领悟剑道最强奥义，今日便想要拿你这10万大军练剑。我承认阁下的实力很强，但若想以一人之力对抗我这10万大军，阁下未免太狂妄了吧？若你这10万大军能有一人接我一剑而不跪，我可为你北蛮效命10年；如若不能，你这个主帅给我跪地磕3个响头，大军就此退去，如何？本帅在此领略阁下的剑招。看好了，此乃我新悟的剑法，此剑一出，凡人要跪，帝皇要跪，仙人也得跪，故此剑名为仙人跪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居然可以让我一个2阶强者的身体脱离掌控。倘若对方这一剑不是让我跪下，而是让我自杀，我能挡住吗？请前辈恕罪。该履行承诺了。撤军。妈呀，吓死俺了！10万人的压迫感还真不是开玩笑的。不愧是系统爸爸给的道具，就是牛，连2阶的大佬都能唬住。他叫流川枫，是一个穿越者。穿越过来时还是个婴儿，被一个老人从河里面捞起来。老人是个木匠，但在几年前亡故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个系统，不过就是有点坑，每1年才能签到一次，每次签到会获得一些稀奇古怪的技能或者物品，就比如刚才的100%空手接白刃，但也就那一下，根本无法造成伤害。但这个技能是成长型能力，挥剑100次，提供1点经验，经验值满了就可以升级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的这个技能也只能控住一个人。他本以为会就此平静的生活，却不想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，将这份平静打破。月出皎兮，食肉喝茶，当真享受啊！可惜只有我一个人，要是能有个姑娘陪我就好了。我要长生不老，天下无敌，心想事成。我说我是个瞎子，你们信吗？果然世界上就没有掉林妹妹这种好事。跪下！你在做什么？这小子有点邪门，一起上！还是这艺术真好用，就是距离太远容易诈骗。老伙计，开饭了！这是他通过系统抽奖获得的另外一个能力，只吃尸体的食指，同时还可以反馈少量能量给他。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还是在中毒的情况下，看来活不久了。即使闻了这么多年，这味道还是这么上头。这葫芦也是他通过系统获得的，葫芦可以自己孕育一种可以解百毒的药丸，只不过味道汤臭。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么快就行了，不愧是武者。我身上的毒是你解的吗？是啊。用什么解的？我家祖传的9转还魂丹，要再来1颗吗？他当然不信，因为在他印象中，解毒药丸可不是这样的。感谢公子救命之恩，我叫赵玄洛，敢问公子如何称呼？在下流川枫。唉，你可知道救我会给你造成麻烦？我知道，但我也是有所求。妹子，你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那普通人未曾看过的一面。其实流川枫之前还想凭借着自己前世会背的那些古诗词，去官场混个一官半职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见一个人踩着一条蛇在天上飞，就打消了这个想法。都有人在天上飞了，谁还当官啊？只不过这么些年来，流川枫始终没有接触到这个世界关于超凡的东西，系统也没有提供过什么修炼的功法之类的，只有技能和一些道具。而眼前的女子或许是一个契机。其实当一个普通人挺好的。喽，人总是会对未知的事情有向往，平淡的生活过久了，总想找点刺激。把手伸出来。赵玄洛感知着流川枫的身体状况，没想到他气血极为浑厚，这令他震惊不已。
这浑厚的气血，相较于八戒的武夫也差不了多少。没想到一个普通人竟有如此浑厚的气血，可惜他的八脉只通了一脉，而且资质还很差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千年难遇的武道奇才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的。凡要修行之人，都需要靠八脉运转元气，但你的八脉有7脉堵塞，只有1脉开通，以后的修行会极为困难。那好消息呢？你自身气血极为浑厚，可以通过走武夫的路线，以气血开脉。只不过你双腿残疾，这条路也不好走。你不是残疾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之前摔断了腿，就一直坐轮椅，不过后面腿好了，只是觉得坐着舒服，不想站起来而已。我感觉你不适合修行。资质再差，总归是有办法的。我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的意思是，就你这么懒，不适合修行。你听我狡辩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以前不是没机会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我一定会很勤奋的。唉，那我先跟你说一下修仙体系吧。修行路总共有4条路，可以走武夫、剑客、术师、古者，境界统分为9支1界，9为开始，1为顶。哦，我要当剑客。你气血浑厚，武夫的成就会更高一点。不，就当剑客。最后，在流窜风的强烈要求下，赵玄洛将准备教给他的拳法改成了剑法。练剑的武夫和剑客有什么区别吗？感觉拿着剑，我也可以说自己是剑客。剑客与练剑的武夫差别很大，想要成为一名剑客，首先得有一把灵剑，以血运剑，藏剑于身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了，如果你打算开始修行的话，你要准备很多药材，用来调理身体。我已经给你写下来了。50年的野山参，30年以的内灵芝，60年以内的何首乌，半年以下的幽花灵露血，10年的黑夜蛇皮，这哪是我一个木匠消费得起的？你本身资质就差，再加上你错过了最佳的修炼年纪，想要踏入修行，这些药材你都得准备。按照你的天赋，努力的话，应该能在10年之内跨入9界。这个时间会不会太长了呀？要不是你气血浑厚，这个时间就是50年。就这些药材，我就算倾家荡产，估计也就只能买1、2株。对了，修行的人能活多久啊？看情况吧，有些倒霉的10几20岁就让人砍死了。我问的是寿命。修炼到1界的话，应该能活个2、300年，古者有可能会更长一点。武夫和术师最短命，有的时候估计等不到寿终正寝。为什么武夫和术师寿命要短？武夫需要打熬身体，磨练自身，要是没有及时调理的话，很容易留下暗伤。术师大多是因为占卜，容易泄露天机，反噬自身。这样啊。好了，剑法和药方我已经给你了，也算是我报了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伤还没好，这就要走了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追杀我的人没能找到你这里，或许是好运吧，但是迟早他们会找来的。我在这里多待一刻，对你来说都是致命的。其实你可以再待一段时间，追杀你的人已经被我杀了。公子，这玩笑并不好笑，以后你就按照我写的练，并不需要有人指导，就算会耗费很多时间，也终究能踏上修行的这条路。就知道你不信。这2把武器你应该认识吧？男人明明是个双腿残疾的普通人，却能一剑让修炼数十年的武者跪下。因为这招叫100%空手接白刃，是个概念招式，不分强弱，只要中招就得跪下。这2把武器你应该认识吧？赵玄洛当然认识这2把武器，正是追杀他的黑衣人所用的武器。难道那2个杀手真的是他杀的？可就算他气血浑厚，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怎么比得过经历修行的武夫呢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可都是8界的武夫啊！我敢救你，自然有所依仗。赵玄洛这才意识到，流川枫可能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而他之前拿出的那颗胖臭药丸，可能真的是解毒的。你先在这待着吧，我出去一趟，记住千万不要乱走。这院子被我布置了机关，虽然你是武者，但有些机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威力到底有多大。你要是没扛住嗝屁了，那我就白救你了。流川枫外出当然是为了购买药材，让自己也能修炼。虽然系统给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技能和道具，但他依旧只是个普通人，在这武者横行的世界，终究是没有安全感。老李头，客人来了，你都不招待一下？别人来我这儿，我指定以礼相待。你来我这儿，我没把你轰出去，都算好的了。他的腿断了，就是李老头接的。结果这家伙因为懒，坐上轮椅后就不想走路了。腿好了之后，也天天坐在轮椅上。这就导致街坊邻里一直以为他腿没好，于是所有人都对老李头的医术深信不疑。他也找过流窜枫让他澄清一下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家伙坐在轮椅上挨个跟人说他腿好了，让他站起来走2步，可他就是不起来，最后越抹越黑。要不是跟你爹有点交情，我真想摸黑过去把你这混小子给抹了。哼！李老头，我是来买药的。
没有，我这里的药都是滥竽充数的，没药性治不好人。你去别家，别来找我。我也想去别家呀，问题是别家卖的贵，就你这便宜。嘿，你个混账东西！要什么东西？要点金疮药，然后就是这个药方上面的东西。老李头接过药方看了一眼，神情突然变得严肃。混小子，你这药方从哪里来的？你知道这药方是做什么用的？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行医能力。要知道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还不是因为我懒。哎，你真的确定了吗？有些事情可不是你光凭努力就行的。虽然你有些小聪明，但这个真的很需要天赋。你给我整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老李头叹了一口气，回屋拿了几副药，一个小瓶子，还有一张药方出来。之前那个药方你就别用了，虽然效果是很好，但是以你的财力用不了几次。以后就用我这个药方，虽然效果可能要差点，对你来说够用了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一共3两银子。你这老家伙终于松口了。他知道面前的老李头不简单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老李头从未向他透露过什么，无论他怎么死缠烂打都没有效果。没想到今日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松口了。别在这上面投入太多，老老实实过日子吧。你没那个天赋。不是说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？谢了老李头。臭小子。回去的路上，流川枫看到黑虎帮的人在收保护费。黑虎帮跟其他那些恶意敲诈的帮派不一样，他们收了保护费，那是真的干实事。虽然说可能会多坑点，但绝不会把人逼上绝路。相比于其他帮派放个高利贷就要利滚利，逼得人家家破人亡，他们黑虎帮就是大善人。峰哥怎么有空出来逛街了？你们收保护费不都是固定日子吗？我记得好像还要个几天吧，怎么提前了？是这样的，峰哥，金刀帮发布了悬赏，让我们找一个女人，不管死的活的都给1000两，就算只给消息也有100两，但要是有帮派隐秘不报的。这个金刀帮这么嚣张？金刀帮可是巨北城中最大的帮派，人家可不像我们这样小打小闹，干的都是大生意、大买卖，一个小指头就能碾死我们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小心些，毕竟有些钱不是那么好挣的。我明白，谢谢峰哥，我送您回去。老大怎么对一个残废这么好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条帮规是什么吗？不能招惹老管家的木匠，凡是违规者，打断双腿，逐出帮派。他就是那个木匠。另一边，路走到一半，流川枫就没有让二虎送了，而流川枫手里那几大包药，二虎看到了，写有金疮药的小瓶子，他也看到了。看着流川枫的背影，二虎陷入了沉思。他想到了几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一直跟他们是死对头的恶暴帮，10几位罪大恶极的主要成员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也就在那天晚上，他看见了流川枫从恶暴帮的院子里出来。当时他还以为流川枫是去送礼，可当恶暴帮那10几个人消失的消息传来后，他就隐隐猜到了真相。相比于别人猜测的绑架、暗杀、抛尸，作为见证者的二虎想的更多。铁蛋，我有事要去办一下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干，听到没有？大哥，什么事要你亲自去办？要不我帮你。我去吹香楼用你帮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这里我能办好的。铁蛋看着二虎离去的背影，等待二虎彻底离开了他的视线后，那个水给我过来，我有事情。男人在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儿，城中所有的老百姓竟然都不干活了，而是拿着一张女子的画像四处寻找，因为只要找到画像上的女人，就可以获得1000两的赏金。妹子，我能问一下你是干什么的吗？杀手，不然我也不会被人追杀了。难怪，看来得准备开溜了。啊？昨天晚上追杀我的人不是被干掉了吗？城中最大的帮派在派人找你，甚至给出了1000两的赏金，不论死活。1000两，我干1年都挣不到这么多，什么帮派啊？金刀帮。我没接过针对这个帮派的单子呀。你跟这个帮派没有结过任何仇怨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帮派。那就有意思了。在这里待了10年，现在要走还真舍不得。可那金刀帮，咱惹不起，也得罪不起啊。峰哥更是戏本当中的高人，咱更惹不起。铁蛋，对不住了，回头哥给你多娶几个嫂子。哎，那人怎么那么像铁蛋？铁蛋，虎哥，你不是去春香楼了吗？怎么走我后面了？你怎么离城了？虎哥，你不也离城了？要不我们一起，以后也方便有个照应。那走，一起。哎，只是可惜了那些兄弟了。没办法呀，虎哥，要是都跑的话，金刀帮那边会立马发现问题，到时候都走不掉。他们可不讲什么道理，总不能都死吧，总得有人活着不是？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以后有机会给这些兄弟们烧点纸吧。堂主，就是这里了。干得很好，上前我会烧给你的。
那女人真是凶残，居然把带路的人都给杀了。哼，雕虫小技。好个小娘皮，竟然不治这么多机关！等我将你抓住，定要让你好看。消失白糖加木炭，火树银花大1万。你该不会是活了上百年的老妖怪术师来逗我玩的吧？没有，就是用了点普通人的小手段而已。这小手段？开门呐，李神医，是我。吵什么吵？有事李神医，没事老李头。这么急，你是有老婆要生孩子吗？你还真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。这事你不该找我，你应该去找王婆。你个老不正经瞎想什么呢？我家没了，就只能来你这里暂住一下。你家怎么会？先进来再说。也就是说，刚才那动静是你干的？用了点小手段而已。你管那叫小手段？那一声响，估计城内的人都听到了。哎，算了，你们先住下吧。老头子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夜生活了。这老头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查出来是什么人干的没？没有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吴老六已经这样了，那木匠的整个院子都被烧毁了。那娘们儿只是一个7界的剑客，吴老六是6界的武夫，不可能被伤成这样。看来还有其他高手，给北蛮那边通信吧，万一那封信走漏出去，我们都得死，只能让这一城的人跟着一起陪葬了。接下来几日，流川枫一直都在老李头家里练习挥剑。是的，您没看错，就是坐着练。而外界开始传言四起，老关街有恶灵作祟，引得天雷神罚。在这里生活10几年的木匠遭了这无妄之灾。金刀帮还专门留下了一具变成焦炭的尸体，是男是女都不好分清。官府也就潦草的盖棺定论。流川枫得知了自己死亡的消息，并没感到意外，因为这是在他意料之内的事。为什么这家伙在练习我教他的剑法之前，总要练习挥剑呢？李神医，你知道吗？这我哪知道，这小子一直就没个正形的，从小到大就喜欢说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。什么莫名其妙的话？这小子小时候拿把木剑，就说自己未来会是剑道魁首，一剑可以叫那仙人下跪，还写过一首诗：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民。嘿嘿，这小子倒是有几分诗才。这就是你想要追求的活法吗？他曾几何时也是这么的意气风发。当初他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，想的是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，结果干掉了一窝拦路抢劫的土匪后，发现里面尽是些老幼妇孺，哪有什么土匪，只是一些村民为了养那一家老小而选择下山劫道。侠客可没有那么好当。金刀帮那边安排妥当了吗？回四皇子，按照计划，他们已经将消息传至北蛮。很好，在那些蛮子动手后，金刀帮给我处理干净。是。我的好二哥呀，你还是回边境好好当你的大将军吧。又过了几日，流川枫终于停下了每日的挥剑练习，因为100%空手接白刃已经提升至2级，可对前方所有被选中的人发动此技能。总算把这个技能练到2级了，还是群控才能多一些安全保障。如今我神功大成，以天下无敌，我若出剑，接剑之人必定跪下。哦，是吗？来，给你个机会，让我跪下。你一大把年纪就算了吧，我怕把你关节炎跪出来。嘿，让你出剑你就出剑，哪那么多？你们这的习俗都是长辈给小辈下跪行礼吗？他怎么了？这不过年了吗？没给他发红包，生闷气了。跪！我劝过了呀，你不听，还非要我出剑，现在怪我了。这是青鳞剑。怎么，你认识这把剑？当然认识，天下名剑百榜第65位青鳞剑，传说中是用蛟龙全身最硬的36枚鳞片打造而成。这等名剑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他给的。伴随着午夜的到来，流川枫期待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。签到时间已到，宿主是否现在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技能100米锁敌，扔出的任何物品都可以100%无伤命中在方圆100米范围内的目标，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。果然，这破系统就很难给些牛掰的技能。如果是那2个东西跟这个技能搭配起来使用的话，那就是神技啊！它本来是一只公鸡，可这个老六却扔出一根针，把它变成了母鸡。公鸡瞬间不淡定了，本以为自己是个带把儿的，哪成想自己原来是一只母鸡。果然变成一只母鸡了，这阴阳针当真一天。再试试第2种，怀孕吧，公鸡。这怀孕针当初铁蛋用了都说好。为了准确性，要不再找个人来试试。
谁在算计老夫？该不会是那混小子想拿我练剑吧？你不是已经剑道大成了吗？怎么还在练？我想再精进精进。你这个剑要怎么练？一指挥剑就成。没什么窍门吗？你看我练这么久，有发现什么窍门吗？这小子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从哪里学的这么诡异的剑法？要不这样，你给我透露一点点窍门，我给你一颗丹药，可以让你快速突破到9阶。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？比如说影响我的根基之类的。嘿，就你这天赋还有根基？你放心，我这丹药没有副作用，还能起到固本培元、通脉、提高资质的作用。你跟街边摆摊卖大力丸的是一个话术，实在没有太多可信度。要不这样，你把青灵剑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嘿，咋不让我给你暖床呢？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人家妹子都以为我是变态啊！你小子上来就要青灵剑，你咋不上天呢？那青灵剑借我玩一段时间，那个药我在吃了之后试试效果，我再告诉你诀窍。行吧。玄洛妹子，你伤好的如何了？好的差不多了。战斗力会有影响吗？不会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去金刀帮拜年吧。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限时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那封信现在在哪？在一个女杀手和一个叫流川枫的木匠手中，他们俩并没有出城，还在城中。既然如此，就给你们一个痛快吧。可惜了，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尸体。我问你答，要是有人答不上来，我会让他体验一下做母亲的感觉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就问，我们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妈的，这屌毛太邪门了，一进来就到处谈真，凡是被他曾家中的兄弟，全都变成了女人。这小娘皮也甚是凶悍，进来就砍人，一点道理都不讲。俺们只是小马楼，至于嘛，难怪帮主要提前跑路了。你们老大去哪了？昨天帮主和几位堂主就离开了去北城，至于去哪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只是让我们依旧在城门口守着，看你们2位有没有出城，其他的就没有说了。那你们为什么要追杀我？这个我们真不知道啊。既然这样，那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的，其他人来尝尝怀孕的感觉吧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说的是让你们还是男人的时候就怀孕。我知道，我在之前服侍堂主们的时候，曾无意中听到他提起过，之前帮内进了个贼人，偷走的一封信，后来那人好像被这个女菩萨所杀，但那封信却不知所踪，所以他们认为是被女菩萨拿走了。什么信？我之前是杀过一个小偷，不过杀了那个家伙后，就把他身上的东西全给烧了。你过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好恶心，想吐？我不会真怀孕了吧？少废话，想活命就跟我走，剩下的人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回来了。这人哪来的？从金刀帮抓的俘虏。你们还真把金刀帮给灭了？我记得他们不是还有不少高手吗？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的帮主和堂主都跑了，没什么高手了。老李头问完话后，又看向了流川枫旁边的男子，那诡异的面相让他始终摸不着头脑。于是他抓住对方的手，开始把脉，然后神情不断变换，这让男人冷汗直流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。大夫，我是得了什么绝症吗？没有。那你叹气干嘛？没什么，只是对我的医术产生了怀疑。不应该呀，男人怎么会有这个脉象？你的医术没问题，就是喜脉。你咋知道？我让她怀孕的，我能不知道？好你个臭小子，竟然好这口！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不是的，李神医，是这样的。在一旁的赵玄洛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于是把前因后果给老李头解释了一番。老李头听完后不由得后退了2步，就这种事，谁听了不怕？既然怀上了，那就杀了吧！畜生啊，他肚子里可还有你的骨肉啊！虎毒毒不食子，你居然要杀害他们娘俩！你这老东西就不应该在这里当神医，应该去大街上唱戏。你这全身上下都是戏。哼，别把我这弄脏了。前线急报，速开城门！
不知城守大人这么着急叫我们前来是有何事？北蛮10万大军打过来了，镇北城已经被攻破。城守大人真会开玩笑，北蛮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跟我们打？还是派遣10万大军？更何况镇北关可是我们大州第一雄关，哪有那么容易被轻易攻破？我没有开玩笑，今天中午我亲自接见了那一名从镇北关逃回来的士兵，情报不会有误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守城士兵就几千人，我们肯定守不住的。要不保留实力，带领士兵往后退，退到后面的城池，集合力量一起阻挡。我们走了，就一城的百姓怎么办？可我们留下也保不了聚北城的百姓，只会随着他们一起死亡。还不如我们先走，等日后有机会再为他们报仇。我意已决，人在城在，你们要走，请自便，我绝对不会阻拦。大人，真的不阻拦吗？阻拦什么？我们既然决定留下来背水一战，像这种不是一条心的家伙就随他去。这些官员欺男霸女还行，要是真打起仗来，恐怕这些家伙是第一个喊投降了。对了，那20多个传令兵放出去了吗？回禀大人，已经放出去了。希望能尽量多拖住一点时间吧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让我成功突破到9阶？老夫岂会骗你？这药丸名叫破解丹，一人一生只能服用1颗。这种丹药可不好炼制，而且造价昂贵，所以数量特别稀少。要不是你小子侥幸遇到了我，这辈子都不一定能碰到一枚。吃完之后，你再尝试调动你体内的气血，帮你冲脉。流川枫听完，将药丸一口吞下，然后盘腿而坐，闭上双眼，细心感受。半个时辰后，他感觉一股热量自他的丹田散发开来，然后向全身蔓延。还是嗑药来的爽，来吧，让药力来的再猛烈一些。老李头，你大爷的！这就是你说的没副作用，怎么会这么痛？哼，这么大小伙子，连这点痛都忍不了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待会你就能体会到那种实力提升的爽感。在一番痛苦的折磨后，流川枫感觉自己飘起来了，好像看见死去的老爹在向自己招手，隐约间好像还看到了一团血红色的气。这应该就是老李头说的气血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用它来冲击我体内堵塞的气脉了。这7阶武夫的气血之力，这小子怕不是颗千年人参了吧？他的食指里面住着一个怪物，只要吞噬尸体就能获得气血，所以从没修炼过的他，在开始修炼后，凭借自身浑厚的气血，直接突破2个境界，成为8阶武者。成了，连破2阶，小爷我是天才。这小子居然直接突破到8阶了，不是说他8脉只通了1脉吗？难不成他真是天才？那丹药是你改良过的吗？没有，嘿嘿，小姑娘要学会习惯呀，这家伙就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啊！谁家正常人用针扎人就能改变别人性别的，还要让人怀孕？你们就不惊讶吗？我连破2阶。哼，德性。告诉你个事，北蛮那边打过来了，据说是有10万大军，距北城肯定守不住，准备逃吧。怎么个事？具体情况不清楚，只知道大州的第一雄关镇北关已经被攻破，很快那10万大军就会打到这里来。这消息可靠吗？整座聚北城已经封锁，不准进出。官府还把武器库那些多余武器的拿出来分发给了民众。你说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过你们俩不用太担心，老头子我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带你们俩逃出去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老李头，你能对抗10万大军吗？嘿，你小子瞎话，还真是张口就来。那可是10万大军，不是10万只土鸡。我老李头到底干了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会让你对我有如此高的期待？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隐于凡尘的绝世强者，没想到就这。哼，你怕不是对修行者有什么太大误会？丫头，你给这小子说道。军中士兵大多练武，虽说不是修行者，但一些将领可都是实打实的高阶修行者。而且10万大军所结军阵也很是不凡，除了1阶的修行者外，很难有谁能够正面抵抗。老李头能够带我们逃离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样啊，赶紧收拾东西去，我今晚就带你们出城。你们先走吧。你想干嘛？我刚才与你解释过了，10万大军那不是单个人的力量就可以阻止的，你留在这里只是送死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可以离开，也可以去远游，但绝对不是被人赶出去。小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那些古怪的能力对付个人或许会起到很好的效果，但面对10万大军，你会被汹涌的人流踩成肉泥的。老李头，我爹还在这里，我想让他老人家过得安静一点，你放心，我就试试，不成功的话，我有办法跑的。青林剑借你小子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，来皇都还剑；要是不能活着回来，这把剑在谁手上，我杀谁。老李头，我突然感觉你好帅。滚！这是疗伤药，希望你用不上，我也在皇都等你。
老爹啊，你说你都瞒了我10几年了，为什么不继续瞒着呢？我是不是你捡来的？我能不知道吗？老头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木匠，以前也娶过媳妇儿，也有孩子，只不过在灾荒年间逃难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，却没想老来捡了这么一孩子，感觉是上天给予他的恩赐。为了给这个孩子取名，他特地提着几方肉去了当地的秀才家里，请对方取个名。此后对这孩子也是极为爱护，生怕磕了碰了。可就在几年前，老木匠大限将至，竟鬼使神差的将流川枫是捡来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老爹，这次看看你之后，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来了。如果真的有下辈子的话，你就投胎去我那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怎么着也比现在这个世界好混。您老人家勤快，随便找点事做，小日子应该也能风生水起。当清晨第一抹阳光洒在这山巅，流川枫手中凭空多出了一个面具，他将面具戴在脸上，身上突兀的出现了一袭飞袍，一股难以言表的强者气势迸发而出。没错，他的轮椅也是系统给的，名叫飞弓，是一个具有多种变化的好道具。孙城守，北蛮人说了，只要你投降，你就还是这里的城守。你总共就几千人士兵，你是守不住。杂碎，就知道你会被俘虏，真当出城你们就安全了？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看吧，我就说他们是不会投降的，这种战术对他们是不会有效果的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除了像那种从别的地方调来的官员，这里的将领和士兵，还有百姓，大多都是宁死不降。对于这些人最高的敬意，就是将他们屠杀殆尽。徒儿知道了，准备进攻吧。运气真好，才出关就遇见10万大军给我示警。装神弄鬼。幸好我开了，出场就搞偷袭，这谁受得了？这玩意居然是个僵尸！老伙计，这玩意你吃不吃？我操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我用3界5符实体炼制而成的金尸，居然被他吞噬了。这位高手不知为何要来阻挡我等。我说过，我要拿你这10万大军练剑。我承认阁下的实力很强，但若想以一人之力对抗10万大军，阁下未免太狂妄了吧？狂妄是要有本钱的，而我正好有。我于10岁开始练剑，修炼至今皆位于同界无敌。如今无意领悟剑道最强奥义。今日若你这10万大军能有一人接我一剑而不跪，我可为你北蛮效命10年。如若不能，你这个主帅给我跪地磕3个响头，大军就此退去，如何？好，本帅在此领略阁下的剑招，全军结阵。看好了，此乃我新悟的剑法。此剑一出，凡人要跪，帝皇要跪，仙人也得跪，故此剑名为仙人跪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居然可以让我一个2界强者的身体脱离掌控？就算是1界强者都做不到这一点，这莫不是神明？神明大人，请恕罪。该履行承诺了。撤军。吓死俺了！10万人的压迫感还真不是开玩笑的，难怪连牢里头都怂了。江湖，我来了！县令养了一只怪物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，就让怪物去将其杀掉，然后再向上面申请悬赏怪物的公费，最后派人假扮捉妖人领取悬赏。于是这变成了他升官敛财的好办法。这任务当地官府不管吗？管，怎么没管？颁布了一个400两的悬赏，不到2天就抓住了。过不了几天，这怪物就又出来祸国人了。话接上回，流川枫在离开去北城后，发现自己并不知道大周皇都在哪个方向，所以准备找个人指路或者买份地图什么的。在路过一座小镇时，被一个杂货铺子吸引了，或者说是杂货铺子屋下的一个特殊的挂饰。他记得赵玄洛曾经对他说过，这个挂饰是大周最大的杀手组织吴越阁的标识，而有这种挂饰的店铺，通常都是吴越阁设立的临时站点。于是流川枫心血来潮的想体验一下当杀手的感觉，顺便再赚点钱买药材，所以一口气接了3个悬赏任务。
第一个是击杀8界古者的采花贼，第二个是暗杀清水镇的县令，第三个就是击杀这个叫举父的怪物，赏金200两。这3个是入门任务，只要完成一个，你就是无月阁的外围杀手，到时会有更多的任务供你选择。如何提供证明？把他们的头带到无月阁的任何一处再撵就行。明白了。有了地图后，流川枫朝着皇都的方向步行。一路上，流川枫也没有闲着，拿着木剑一边挥剑一边赶路，争取早点把这个技能刷满。当这个技能刷满后，对于那些非人形的生物，这一招将成为必杀。双手无法合十的怪物，不配与我为敌。它好香啊，好想吃。果然还是飞得快，走了1天了，也没走到下一个镇子。可在天上飞容易露马甲，北巨城的神秘高手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声名远扬，咱该低调还得低调，毕竟咱也不是真正的高手。明天还是开我的特斯拉可路吧，这次我在瓜子只花了9万多就买到这辆 Model 3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限时开3天，可以放心买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爷，咋光有个火堆，没有人在找我？你这人咋这样？怎么突然跳出来吓人呀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就在这里。这是流川枫的另外一个技能，123木头人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老虎就看不见你。老虎从一开始就看见你了，那么此技能无效。难道我看漏了？不应该啊！我一进来就看了所有的地方，难道这人是高手？趁我不注意偷偷来到我身边？在下王富贵，敢问阁下名讳？你怎么敢的？荒郊野岭一破庙，你知我是人是鬼是魔是妖？记得在传说中有一巫术，取一人头发，在乙木偶上写下他的名讳，就可以做到隔空取人性命。阁下说笑了。那些被神鬼巫术害死的人，往往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。在古代，大便是不能吃的，这个男人却直接炫了一碗，因为他吃臭的东西就能解百毒。就在刚刚，突然出现一男一女，一进来就偷偷放了毒。汉的精壮，闹的虚死。特么的，怎么一下这么困？这男人是悬赏上面的采花贼，自己送上门了吗？这2人不对劲，我也突然想睡觉了。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可以动手了，都出来吧。谁给我喂食了吗？怎么这么臭？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闹鬼了呗！小弟弟，你倒是有点意思，中了我的10香软筋散，竟然没事。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。哇，是吗？那让姐姐看看。跪下！赶紧动手，这小子是高手。就是这个味道，让你给我灌食。这玩意儿咋变得这么硬？被艺术挣扎中的生物都会变得坚硬无比。我之前试过各种办法，就是砍不坏。我问你答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在为谁做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你好像忘了一个事，这里荒郊野外，我把你的尸体处理干净，无论你后面的来头都再大，又有谁会知道是我干的呢？好，我说，为什么对我们动手？我想要用你旁边的人练士，举父想要吃你。好家伙，我居然成别人的口粮了！你刚刚说你背后的来头是谁？清水镇的县令。他一个县令，欺负普通人倒是可以，怎么敢招惹江湖人士？就不怕别人冲冠一怒，就把这个县令给宰了？这清水镇的县令我知道，叫张成才，3剑派的现任掌门是他二爷，是一个6界的剑客，所以很少有江湖人士会去找他的麻烦。那举父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县令大人养的宠物，有的时候可以用来申请悬赏的公费，也可以合理的用来干掉一些人。背后都有这么一个靠山了，还需要养这么个宠物来帮忙干掉一些人？3剑派在外自诩名门正派，肯定不会去做这些事。那我现在很好奇，靠山有了，下黑手的人也有了，你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县令喜好人妻。果然有一种意志，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世界都会有人继承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可以上路了。我有很多钱，只要你放我一马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既然这样，你说吧，我答应放你一马。这些钱我没带在身上，得我带你去。
那算了，鬼知道你会不会布置什么陷阱引我上钩，还是杀了吧。我可以告诉你地点在哪里，但你得发誓不杀我。好，我发誓，若是我杀你，从今往后武道断绝。那一批钱财就藏在清水镇黄土街有着2棵柳树的房子床下的暗格里。来，为民除害的时候到了。你说好了不杀我的。我发的是与他王富贵有什么关系？老铁，你出来行走江湖，想做些什么？俺是出来招收弟子。你们是什么门派？这么缺人吗？俺们帮派叫大力神拳帮，不知道为什么别的门派那么好招人，俺出去招人，他们就说俺是骗子。你学武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不被人欺负。小时候同龄的孩子经常欺负俺，然后俺就想着习武就不会被人欺负了。结果后来发现练了武之后，想欺负俺的人更多了。那你接下来要去哪？没想好，俺师傅叫俺这次下山必须得带2个弟子回去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吧。要不这样，跟我去清水镇，正好我把这2个家伙的人头拿去换赏金。清水镇的悬赏不是被领了吗？我说的是杀手的悬赏，你也出了力的，举夫是你拖住的，采花贼最后是你杀死的，赏金怎么着也该分你一半。那行，俺跟你去。 3个悬赏任务就只剩下暗杀清水镇县令了，不过要先把他的靠山3剑派给扳倒，就算打不过也要恶心死他们。这什么名门正派，心比我还黑。虎哥，少说2句吧，他们听力好的出奇。当初要不是听说这3剑派有个实力极强的掌门，咱说什么都不会加入他们。 是啊，咱们交了那么一大笔银子，结果却成为了什么外门弟子，还说以后努力一定可以成为内门弟子，信他个鬼呀！外门弟子别说练武了，天天让我们干脏活累活。前几天我还看见跟我们一批的小六子，就因为打破一个碗被他们吊起来练飞刀，现在还被挂着呢。虎哥，要不咱们溜吧？这里简直就是个魔窟呀，哪是什么名门正派？不过这次要从长计议，在这里可不比去北城。 峰哥，我们可没泄密呀！就是金刀帮的事可跟我们没关系啊！我当然知道你们没泄密，不然你们也不可能在这站着。没想到你们居然加入了这个门派。峰哥搞不好是过来找事的，可不能把自己牵连进去。峰哥，我们才入派几天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资格参与，一天就是在这个帮派里面打扫卫生、刷马桶什么的。就是峰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帮派里面就没好人。 峰哥，虽然说我才来这里几天，对这里也还算熟悉。你要收拾他们的话，我带路。行，那你带路吧。 10几个衣不蔽体的女子被关在了铁笼当中，此时却忘记了害怕，而是满脸惊愕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。因为女人刚才还是男人的时候，正准备欺负他们，结果被流川枫看见，于是用手里的阴阳针给她做了个无痛小手术，将她变成了女人。而此时女人躺在地上，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，她想要吼叫，却发现自己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，因为一身的修行被废，嗓子被毒哑了。 神明大人，求您杀了我吧！我们被抓来后，每天过得生不如死，已经没脸活下去了。是啊，杀了我们吧！杀了我们吧！放心吧，你们所遭受的屈辱，我会让他挨个来一遍的。哟，挺懂事的呀，有新货这么快就给我送来了。居然还没用过。如此同样的一幕，在3剑派不同的房间也相继发生着。 我去处理一下后面的事情，你们俩去来福客站找一个叫王富贵的胖子，在那里等我。好的，峰哥。铁蛋啊，咱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。流川枫这一手操作简直就要碾碎他们的3观。他们想过无数种流川枫可能惩罚这些人的方式，但他们的想象力终究还是太贫瘠了。原来这就是做坏人的报应吗？是呀，而且你发现没，峰哥明明就站在咱们旁边，那些内门弟子压根就看不见。峰哥莫不是来人间嬉戏的神明？我之前怀孕就是。 接下来，流川枫将3剑派的弟子挨个单杀，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喂给了左手食指，最后来到3剑派掌门的房间外，杂鱼都处理干净了，就剩这老家伙了。他房间里面我可是扔了3个。谁在外面？别这个时候来烦我。不愧是6阶的剑客，折腾一晚上还能这么猛。 你不是我3剑派的弟子，阁下是谁？我是来给你3剑派送福利的，怎么样？新茶润不润？别折腾了，我没让他下作，没给你下毒。那阁下是什么意思？此子不简单，竟可以无伤接我的权力一剑。你就不觉得他们有些眼熟吗？阁下竟然绑了我弟子家的女眷，手段倒是很多，但这招对我没用，他们可不敢因为几个女人就反抗我。 你想象力很丰富，但还是差了点。还有，不要再想着和我拖延时间，你的那些弟子都来不了了。
哼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去给他们陪葬吧。这是什么剑法？仙人龟 2.0。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不能杀我，不然你就是与整个大周朝廷作对。带着4颗头颅，流川枫找到了清水镇的吴越阁分站，准备领取赏金。厉害呀！8阶的武夫居然弄死了6阶的剑客，你这小辈倒还有些手段。可这个老头的悬赏我没接，能给我换钱吗？能换1万2白银呢。这个悬赏挂了许久，没想到被你完成了。果然还是干杀手来钱快。王哥，你也是修行中人吗？没错。那你们门派还招人吗？当然收，不知2位可否愿意来我门派？加入你们门派，我们能做内门弟子吗？什么内门弟子？俺们门派不分着呢。那我们是一加入门派就能学武吗？那当然，只要你们加入门派，俺们师傅会亲自传授你们武功。师兄，带我们回宗门吧。二虎和铁蛋这一声师兄叫的是情真意切，然而王富贵并没有告诉他们，大力神拳在没有练到6阶前，不能近女色，也不能亵元阳。门派里的师兄弟们一个个把胳膊练得比别人的大腿都粗，就连门派里的狗的肌肉都是隆起的。2位兄弟，你们先起来吧，跟我回宗门再说。你们这是在桃园结义吗？俺与这2位兄弟一见如故，他们想要加入俺大力神拳帮。好家伙，我本来还想给这俩货说道，没想到直接水到渠成了。给你，这是你那份悬赏。谢谢峰哥，俺任务完成了，准备回门派了。峰哥接下来准备去哪里？我要去皇都。那俺们顺路，峰哥跟俺们一起走吧。也行。年夜当晚，北蛮10万大军布阵北湾。这10万大军为什么会是10万大军？我的确给北蛮透露过消息，但只是为了让北京燃起战火，让二哥调离京城。现在事情好像超出我的预期了。不行，我透露消息的事情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父皇，我即刻带兵前去阻挡。不用了，这10万大军已经退去了。为何？有一位神秘强者，仅凭一剑逼得北蛮10万大军退去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肃静。接下来有2件事要安排。第一件事，派兵抢回被北蛮占领的城池；第2件事，给那位神秘的强者进行封赏。退朝。早朝在这2件事讨论中结束，不过一些朝廷大员心中都明白。还有第3件事，皇帝并没有说这个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。10万大军不可能突然兴起，是需要时间准备的。而北疆又与二皇子这个大家都看好的人挂钩，此事风起云涌。这神秘强者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对他推算会让我遭受如此大的天地反噬。同一时间，江湖上的天下名剑白榜有了一次重大更新，榜上所有的名剑全部下降1名，因为第1名变成了一把不知名的木剑。你是谁？嘿嘿，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大夫。要问有什么说得上来的名号的话，曾经有江湖人称我为鬼剑。鬼剑李莫狂，你不是在那一战中死了吗？哼，江湖上的谣言你也信？我只是不怎么出来走动而已，没想到就有人到处造谣我死了。说谁派你来的？小丫头，对方够看得起你的呀，直接派了个5阶的武者来杀你。自从我们离开去北城后，这家伙就一直跟着。要不是有您在，我恐怕没办法从他手里活着。丫头，你家在黄都是干什么的？我爹是当朝丞相。难怪呀。他们来杀我，不是因为我爹是丞相，而是我之前宰了个小贼，那家伙身上有封信，被我当成没用的东西给烧了。他们是为了追那一封信。你没看到那封信的内容？没有。那你这后面的麻烦恐怕就不少了呀。我知道，还要麻烦李神医了。嘿嘿，没事，去黄都的这段路上有我罩着，没人能拿你怎么样。多谢李神医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放心，那小子机灵得很，不会这样就死了的。诸位听说了吗？几天前北蛮10万大军压境，镇北关被破。什么？北蛮人打过来了？诸位别惊慌，北蛮人又退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北蛮人10万大军打到巨北城时，有一神秘的绝世剑客突然出关，用10万北蛮大军练剑。那人一剑挥出，10万北蛮大军竟全部跪拜。这一剑被称作仙人跪。嘿嘿，这小子没想到他真的成功了。老李头当然相信这是流川枫干的，因为他跪过。这招居然能让10万大军跪拜，等在黄都遇到他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交丹药，可不能白喂。师傅，这位是俺朋友，
那2位是俺招的师弟。好，欢迎啊，欢迎！都别在大门口站着了，快进来吧。2棵树挂个牌子，你管这叫大门？老头每天都要吃3大桶米饭，而今天只吃了半桶就放下了勺子。相较于往常有些食欲不佳，因为自己经营的门派人丁凋零，门派里除了自小被他捡回来的这对双胞胎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前些年被他好不容易忽悠上山的王富贵。就在前几天，他打发那孩子下山去招收弟子，本没有抱多大期望，却没想到王富贵真给他带回来2个弟子。虽说年纪大了点，但总比门派断了传承要好。掌门，你们招收弟子的标准是什么？男的，年纪不大的，最好是像少侠这样的。如果是童子身的话更好，因为我们门派武功的原因，虽然说不是童子身的也能练，但是进度会慢很多。这门派都破败成这样了，还如此好酒好菜的招待，还是帮他们一把吧。掌门，咱就是有没有想过改一下门派的名字？改名字？改什么名字？比如说把门派的名字改成合欢派。你说的是画本中的那个合欢派吗？从我这收走的画本，原来是为再看。先要胡言，我德高望重，怎么可能会看这种东西？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想的，偶尔研究一下而已。少侠呀，你说的这名字它不正经啊！老掌门，你听我给你细细道来。你把名字改成合欢派后，去招收徒弟，你只用说一下门派名，其他的不用多说，他们也不会多问，因为懂这个名字的都会懂。而且我保证来的弟子绝对都是些男弟子，还是那种精壮龙虎的小伙子。可若是他们来了门派，见到这一副简陋的模样，想走怎么办？签契约呀，告诉他们想走可以，必须得再招收5个弟子才能放他们走。啊，这不太正派吧？老掌门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可是你要再讲正派的话，你的传承都没了呀。而且你新招收的这2个弟子，在这方面也算是个人才，你还可以交给他们帮你一起打理。这样吗？你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宗门。第2天一早，流川枫就与众人告别。2位，咱们就此别过，日后有缘咱们江湖再见。峰哥，此去路途遥远，你用这个赶路吗？最近发财了，居然买新车了。哪有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1款的特斯拉 Model 3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等流川枫走后，老掌门拿出了一块新的牌子，上面写着合欢宗3个字。从这以后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，在江湖上莫名的兴起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宗门，而宗门内都是身高8尺的肌肉佬。与此同时，大周朝廷为据北城的那位神秘强者设立了剑神封号，如此称呼更是压过剑仙的称号。天下9国可以号称剑仙的剑客，明面上只有不到10指之数，而现如今剑神出世，自然引得那些剑仙有前去挑战的想法。而老李头在得知这个称号后，只是在心中默默的祈祷，也不知道是为流川枫还是为那些想要挑战神秘强者的剑仙，因为在他的脑海中有着各种流川枫被剑仙挑战的画面。虽然说流川枫才只是8阶武夫，但架不住他有毒呀，就连他这个曾经距剑仙只有1线之隔的高手，面对流川枫都有些发怵。嘿嘿，这江湖要变天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里怎么了？大夏，俺也不清楚啊，只是听那些从3剑派跑下来的外门弟子说，3剑派的老大以及那些内门弟子全部消失，俺就想着从这里拆点木料拿回去修修房子，罪不至死吧？我要听的不只是这些，还有没有其他有用的消息？据说我们来的时候，很多房间的地面上全是血迹，还有几天前有一个年轻人在3剑派发放钱财。他长得什么样子？这个俺真不知道，俺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这个你可能要问那些从3剑派跑出去的人。你走吧。师兄，这很有可能是魔教州人干的。要知道，清水镇的县令也失踪了。先别妄下定论，听闻这3剑派的风评并不是很好，先去找一下那些从3剑派离开的人，画出那个年轻人的画像，让上面定夺。这次咱们主要任务是来通知下面这些门派去参加正义盟门派大选的。走吧，去通知下一个门派，好像叫什么大力神拳帮。师兄，这样的门派也要我们去通知吗？我记得这好像就是一个末等门派，整个门派加起来也就只有4个人，这一次都可能会被踢出正义盟。5年前也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乱说话，然后他被一个同境界的人给一剑砍死了。总盟那边可是一个字都不敢说。为什么？我们可是代表着总盟的门面啊！因为那一个末等的小门派有一个被人遗忘的太上长老，重新回到了门派，收那个家伙为徒。记住，江湖上不只有打打杀杀，还有人情世故，很多时候还是要谨言慎行一些好。师兄，我们没来错吧？是这样，我记得上回也是这里，还是这2棵树。特使来了呀，快请进。免了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给宗门改个名字，
找算命先生算过了，说起这名字跟我八字合，以后门派能大兴。你是把人家算命先生的摊子给掀了，还是把人老婆润了？这名字跟你八字合。这次我们来是通知你们，6月6日正义盟门派大选，记得参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一定准时参加。还有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人是犯了什么事吗？他屠灭了3剑派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总盟那边就会发出对此人的追杀令，估计会有不少赏金可以拿。好的，如果有对方消息，我一定上报总盟。师兄，不要点路费嘛。穷的连各大门都没有，你觉得有多少油水可榨？还不如赶紧前往下一个门派，节省点时间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啊！那臭小子拿了那么多钱回来，估计跟这位少侠婆不了干系。罢了，3剑派那群畜生也不干什么好事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与此同时，正义盟在收到递上来的汇报与画像后，很快就发布了追杀令，而流川枫也马上就被认出来了。不过他凭借自身过硬的本领，暂时倒也没什么危险，但他也意识到自己行走江湖的经验实在太少，这才刚步入江湖就被追杀。好家伙，这下我成反派了，看来还得再多一个马甲了。村子里每死一个人，村民就要扔一个少女到府里祭拜河神，因为村子里掀起了瘟疫，而村民们遇到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，就会把这一切归咎到神力怪乱之上。请河神大人显灵，保佑我们香木村。为什么要将乐乐姐扔到湖里啊？这是让你乐乐姐去跟河神老爷求情，保佑我们来年风调雨顺，让村子里的人都恢复健康。这样吗？那我也要去找河神求情，治好娘亲。你不用去，你乐乐姐一个人去就行了，人去多了，河神老爷会不高兴的。好吧，希望乐乐姐能为我娘也求情，等她回来，我就把我藏起来的那1颗糖给她。他乐呀，别怪我们，这也是为了村子。河神显灵了，河神仙女保佑，河神仙女保佑。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姐姐，你是仙女吗？把这个吃了，可以治好你身上的病。哦，我们有救了，河神仙女来救我们了。乌那9天银河神女是天道正统神灵，尔等凡人居然用祭祀山野邪神的血腥仪式向我祭祀，该当何罪？是那个巫婆让我们这么干的。对，就是他，打死他！打死一时间，村民纷纷找到了推卸责任的对象，朝着巫婆辱骂和丢石块。他有罪，尔等也并不无辜。犯下如此罪孽，判罚变成雕塑勇士镇压，扣除尔等10年寿命。也就在这时，众人的手臂上突然出现了一朵红色的花，长有10朵花瓣。神女大人饶命啊！谁是村长？神女大人，我是村长。给我准备一个房间，这段时间我会在此住下。好，好，好，神女就住我家吧，我这就将房子腾出来。你开这个去吧。哎，这此物如此贵重，如何使得？不滚！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系，没想到只花了6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村长，这神女太过分了，一来就扣我们寿命。我们犯了错，神女扣了我们10年寿命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还有10年寿命可以扣。哦，村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有救了，咱们都有救了。变成女人真麻烦。没错，村民眼中的9天银河神女就是流川枫的新马甲，这也是他之前通过系统签到获得的另外一个技能——兰花指的美丽。只要捏起兰花指，就可以变成全场最美的姑娘。而村民身上的花也是一个技能，诡异的花纹会让人按心中所想出现花纹，但不会造成任何伤害。这个孩子无依无靠，孤家寡人一个，行走江湖，总不能还带个小孩吧？要不创立个神教，让这孩子当圣女吧，也不让他做什么，就当个吉祥物，这样就会有人照顾。可建立神教的话，得花钱呀，这里的村民也拿不出什么钱。我这刚到手的赏金还没捂热呢。这个你拿着，等会儿给村子里面的人分药。好的，仙女姐姐。接着，阿乐就看到身形娇弱的仙女姐姐单手拎起了旁边的大水缸，里面还装满了水，就是这水的味道滂臭。
村长，你去把村里的人都叫过来，我给他们发治疗疫病的药。好的，神女大人，我这就去叫他们来。不到一炷香的功夫，村里的人就全过来了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容器。但当他们看到水缸里发臭的黑水后，不由得有些疑惑。再看到一个病怏怏的人，喝了一口这水后，立马恢复了精神，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。众人心中的疑惑也顿时全无了。管这水是黑的还是臭的，只要能救命，这就是神仙水。这里是3万两，你拿去给村子里买些粮食和良种，剩余的钱用来建造神庙。待着，我真该死，这可是神仙给的钱，这要是把钱卷走了，估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估计其他村子也会有人感染疫病，可以让人去把消息放出去，让那些感染疫病的人都来这里。好的，神女大人。对了，既然咱们要建造神庙，那神庙叫什么？就叫神庙，而我们的教派就叫九天教。香木村的神庙建设很快便紧锣密鼓的开始，而随着9天神女的风声被放了出去，每天都陆续有人来到香木村，大部分是患有疫病的人过来求医，因为这一场疫病并不只在一村之间流行，而是在整个郡州都有出现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想来一睹神女芳容，但是有一些武林人士可就不抱此想法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何拦路？这位可是9天神女，你们还不速速退去！什么9天神女，不过区区贱民罢了。不过这模样，倒是比最春楼的花魁更胜一筹。休要放肆！这2个人是修行者，只是不知道实力如何。看在不知者不罪的份上，就罚你们2人给我当1个月的侍女吧。大哥，你看这个神女是不是傻了？还在这里？哎，神女姐姐，我们错了。你们如此渴望女子，那我就让你们变成女子，并对你们进行为期1个月的考核。这段时间，你们负责在村子帮忙维持秩序。若有任何欺男霸女的行为，1个月后就不仅仅是变成女子这么简单了。如果表现得好的话，你们就会变回来。神女姐姐，我一定洗心革面啊！对，我们一定重新做人。既然跟在我身边做侍女，我就给你们2个取个名字吧。你就叫卧石，你叫沙比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们叫什么？卧石、沙比。就这样，2个出场还没有自报姓名的武者就这么被改了名，2人还不敢反抗，因为他们用武力，对方用法力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，没法玩。这场疫病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啊，患病的人短则4、5天，长则10几天就会死亡，而且传染性极强。胡大夫，我娘子还有救吗？其实我已经研究出治疗药方，可药方大多用的是名贵草药，你们根本用不起。娘，你有救了！哦，这是什么药？你能将你这个碗给我瞧瞧吗？可以的，胡大夫。奇怪，这里面没有任何药物的味道，难道是我从未听闻过的药物？这药水你从哪里来的？从香木村那里领来的，那里有一位神女在发这种神水，那神女长得可漂亮了，据他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俺觉得也是，就没在人间看过这么漂亮的姑娘。没想到这药水对疫病有效，我要去找她请教一下。